喺一粒欖核上邊將整個故事挑出嚟。佢個船窗個厚度唔夠1毫米，稍為大力啲都可能將呢隻槍一分為二。我叫曾憲鵬，係廣州欖雕嘅市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我到目前為止已經係從事呢個欖雕技藝接近30年啦。其實咧喺我嘅幼兒園開始咧，就已經係喺我爸爸嘅功夫台旁邊嚟到成長噶啦。咁直至到我初中嘅時候，就學到一篇文章叫做《核舟記》，我就發覺咧，原來我爸爸佢所從事嘅嘢咧，原來係我哋語文課本入邊就已經有記錄到。因為呢篇文章係古文啊，無論係老師教又好，或者我嘅同學都好咧，都覺得好辛苦。但係我喺學呢篇文章嘅時候咧，我就覺得點解同我爸爸所從事嘅嘢係咁接近呢？咁而家我哋所見到嘅呢一隻船咧，就係以《核舟記》呢篇文章作為參照所復原出嚟嘅一隻船嘅。呢件作品咧，直徑2.5厘米，就同我呢個手指公係差唔多大細嘅。一般欖核嚟講咧，我哋所採用嘅都係要樹齡超過100年以上，而且原材料採集到翻嚟之後咧，最少要存放超過5年。如果係新鮮採集落嚟嘅欖核，有可能佢會因為熱脹冷縮，或者會產生變形，或者會產生開裂。冇一粒烏欖核，佢嘅外形大細係一樣嘅。譬如講，我要做一個站姿嘅人物啦，咁我哋一般咧就會選一啲相對嚟講比較長一啲嘅欖核。咁如果我要做一個侍女咁計咧，我哋唔單止要選長啲嘅核，仲要選一啲瘦長嘅核。咁如果我要做船嘅話咧，就要揀呢粒核整體嘅外形都比較均勻，但係要喺其中一個部位係要特別咁突出嚟嘅。突出嚟嘅呢點就係船艙。由一個原材料到成品嘅話咧，係要經歷4個大嘅步驟嘅。第一個係選料設計，第二個係開粗杯，第三個咧叫雕刻成形。第4個叫打磨。船艙上邊喐得到嘅窗碗，呢一啲步驟每年就只有梅雨天春夏交替回南天大概1個月左右嘅時間先可以做。如果錯過咗呢個時間段嘅話，只能夠喺下一年先至再做。佢個船窗個厚度唔夠1毫米，稍為大力啲都可能將呢隻槍一分為二。因為梅雨天咧，佢係相對嚟講比較潮濕一啲，咁欖核咧佢就會比較腍一啲，佢嘅韌性就會大咗，所以我哋係冇辦法嚟到定咗一件作品佢嘅創作時間到底係有幾多。而家啲年青人就主要就揾急錢，下一代年青人嚟接咗我班就好開心。我個仔同我做嘅嘢，有一啲唔同。佢而家做啲腰盤啊，做啲手鐲啊，做啲耳環啊，嗰個銷路咧就大大提高到。
我嘅小朋友而家已經喺佢學校入邊係算係一個半明星㗎啦。佢哋學校嘅老師係組織咗過嚟我哋工作室入邊作一個欖雕技藝嘅體驗。咁佢咧係作為技藝嘅老師，反教翻佢自己嘅老師。咁當佢第日會學到呢篇文章嘅時候，我估計佢會好自豪咁同佢嘅老師講：我爸爸就係做呢一個嘅。